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我当时之所以做有关 Starliner 宇航员的视频，那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看到国内的一个就简体中文的科普博主，然后呢，在这块讲说这个 Starliner 的这2名宇航员在太空待了9个多月之后，给人他没有直接说，但是他那里面潜藏的意思就给大家造成一种对这次回来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呢是超越了其他同期在这个太空的这个宇航员返回时所造成的损害的。他实际上就等于做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其中呢他为了就是证明他这个观点呢，他实际上或者说分析他这个观点，阐述他这个观点。他首先呢，他说一般来讲在太空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然后为了证明 Starliner 返回地球的宇航员受到损害要超过在太空待同样时间的害呢，他就说一般来讲执行太空任务的宇航员事前有的时候甚至是事前2年就要进行很多的太空训练，以便让他们在太空能够适应太空的长期工作的环境。这是第一点啊。然后第二点，这2名宇航员呢，由于本来是计划执行8天的任务，结果最后执行的是这个9个月的任务，所以他们就下来以后就不行了。那在这里面他大概实际上他隐藏了哪些真相呢？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宇航员和宇航员是不同的，宇航员分职业宇航员和非职业宇航员之分。第二个就是说长期在太空待着会对身体造成损害，那事前的确要经过训练，但是不仅仅是事前，更重要的是你在太空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他完全没有谈在太空需要进行的训练。现在呢，就主要来跟大家谈一下这2点事情。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注意到有的朋友在我那儿留言的时候也在说什么这个宇航员对不公平啊什么的。我觉得宇航员是一个职业要有职业道德，也有他的职责。宇航员的职责到底应该是什么，咱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反正我说我作为一个从事航天的20多年的人，那我们在面对航天的这种推迟，然后被困在这个基地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应对态度，我们就是好好的工作，然后等待下一步的通知，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宇航员应该只有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而不是更差。所以一般来讲，我看到这些内容之后，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很多人都把这些宇航员想成了，比方说是普通员工，或者想好点是科学家，再想的好一点他是飞行员。但其实宇航员是有分类的，有这种职业宇航员，也有非职业宇航员。职业宇航员他们不是说直接参加工作就是宇航员，他们大多是从海军、空军的飞行员里筛选出来的。他们主要是服务的是政府的航天机构，就比如像 NASA、日本的这个 JAXA、中国的这些宇航员、俄罗斯的这些宇航员，基本上都是服务于政府的航天机构。然后他们最主要的工作职责，大家不要以为说什么他们去安装个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啊，或者说修复个太空望远镜啊，或者说是去做什么这个科学研究啊、太空教学啊，这些是他的主要职责，不是。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去测试这些航天器，包括空间站，包括航天飞机，包括宇宙飞船，测试这些航天器，这才是他们真正最主要的职责。这就有点像飞机的试飞员，我要摸清它的性能，我要积累我的使用经验，为未来人类真正大规模的使用去积累数据，是要干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种工作本身就带着极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说职业宇航员，你不要把它考虑成，你不要说什么科学家什么的这类的，也不要把它考虑成飞行员，他们是试飞员。你就想那些 F-47，这飞机我不知道是有人还是无人啊，假如是有人驾驶的这个飞机，那他的试飞员第一次有人上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会不会有风险？肯定有啊，绝对有啊。然后你试验一些以前没做过的这种机动动作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坠机的可能，然后对生命造成危险？肯定有啊。所以这是职业宇航员他的工作职责。至于像是什么去这个修太空望远镜这些，这都是次要职责。除了这种职业宇航员，
还有一些非职业宇航员，这些人呢，他本来的职业并不是这个宇航员，但是因为某些特定的原因，所以呢，他们就被要求或者说是获邀进入了太空。一般来讲呢，早期的时候，像80年代开始，航天进入太空已经比较安全，就航天飞机开始应用，然后进入太空比较安全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科研人员、工程师啊什么的进入太空。他们的目的实际上呢，主要就是执行一些其他的任务，比如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当然那次后来失败了啊，航天飞机爆炸了，7名宇航员都牺牲了。就比如那次就有一名女教师嘛，中学教师，然后呢，她就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任务。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非职业宇航员。那她上去之后，本来是打算的是在太空进行教学。那一方面让全球的这些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在太空中就更好的去感受在太空环境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要在太空进行实验嘛。那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对 NASA 的这一个宣传。让大家就是因为 NASA 毕竟要花费大量的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花费这些钱？你要让这些纳税人看到一个结果。NASA 也是希望通过这件事儿，能够使就是说普通的纳税人对 NASA 就是对太空事业有一个了解，能够更愿意为他们进行一些投入，也换句话说就是更方便他们从国会获得一些拨款。这是一类的非职业的太空员。第二个呢，就是随着现在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起飞，特别是 SpaceX， 他们可能会慢慢的要雇佣一些航天员，比如呢，像龙号飞船现在也接商业发射的单嘛，就是说你有钱了，像那个贾里德、伊萨克曼那样的，你有钱了，你就可以上去。未来这个业务越来越大，我可能要训练一些专门来操作太空飞船的人。这就有点像网约车司机了，将来可能就是差别是这意思。这是一种非职业的这个宇航员，当然这种的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朗啊，但是这是一种趋势。然后第三种就实际上就是太空游客，就像我一直在说的这个贾里德·埃塞克曼，他上了一次太空，然后觉得挺好，又来了一个北极星黎明，后面还有，所以就等于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些都属于这个非职业宇航员。那你对非职业宇航员来讲，他的工作职责，他就不是去测试你的那个飞船的性能，所以很多冒险性的事儿，他是没有这个职责要求他要去干的，对吧？所以首先要分开。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你作为一个职业宇航员，那 Starliner 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是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故障的，包括延期。所以你在你起飞前，你的宇航员做这些预案的时候，本身就包括这一项，就有可能因为那个上去，第一有可能失败了，然后宇航员直接牺牲了；第二有可能对不上国际空间站，然后这个回来，然后回来的过程中宇航员又牺牲了；然后第三有可能是对上了国际空间站，然后这个飞船坏了，连地面都回不了，那怎么办？那预案肯定是在太空把它丢弃掉，对吧？第四，肯定有这个预案，就是你上去了，对上了国际空间站，然后但是飞船性能不行，你这不能坐这个飞船回来，这个预案是肯定有的。我们所有的航天最讲究的就是每做一件事儿都要有预案，而不能说是我临时出现了情况去好多事儿要现想，肯定要先有预案，然后至于现场再怎么处置的时候，要结合现场的具体情况，对着预案我们再来做分析。我们那个所做的事都是比方说走预案几，而不是到那个时候，特别是紧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说给你在描述详细的操作步骤，就是一句话，走预案3，走预案2就完了。这就是我们在航天经常用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预期的，实际上是有预期的，只不过是大家都不太希望它发生。就像我们每一次进场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就明明白白的知道我有可能这次发射任务会因为某些事情的耽搁而推迟，我们都有这个预期，都有。所有从事航天，只要你经常参加航天发射任务，都有这个预期。这个是很正常，在航天上绝对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你就看这些航天发射 ，SpaceX 的龙飞船、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现在发射基本上都能按期，但你看星舰也经常推迟发射时间的，
对吧？这都是延期。所以这就已经说明白了，第一，有职业宇航员和非职业宇航员之分。那这次 Starliner 的这2名宇航员，他是不是职业宇航员呢？当然是了。Starliner 的这2名宇航员，先说他这次飞行任务的指令长，这个布奇·威尔摩尔，1962年出生的。那他入职前呢，是海军的飞行员，然后而且是参与了 T-45教练机的这个研制工作，参与了他的试飞工作。换句话说，他是 T-45教练机的试飞员。本身试飞员的风险，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试飞员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他在做宇航员之前，他就是一个试飞员，风险意识肯定是非常非常强的。进入 NASA 以后，他执行过3次太空任务，包括这次 Starliner。第一次在太空待了11天，第2次在太空待了167天，第3次也就是和苏尼这次在太空待了286天。这是一个职业的宇航员，而且有丰富的航天经验，没问题吧？然后再说这个苏尼威廉姆斯，1965年9月出生的，入职前他是海军的飞行员，算上 Starliner 的这次任务，他也总共在太空执行了3次太空任务。第一次在太空待了195天，而且就这一次，他还打破了美国女宇航员在太空待的时间的一个记录，他这是第一次创造了一个记录。第2次他的这个太空任务待了127天，第3次也是这次，那他待了286天，再次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在太空待的时间最长的记录。而且在2024年的9月22号，因为当时国际空间站上的情况是 Starliner 飞船已经在9月初以无人的状态返回了地球，不久之后库9飞船呢就也已经到来了，那个库9飞船就要来到国际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然后库8的这4名宇航员就要乘坐库8的龙飞船返回地球。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呢，在2024年的9月22号，苏尼威廉姆斯就接替了原来库8团队担任的这个 ISS 的指令长，让他来担任这个指令长。这个职务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3月7号。他要返回地球了，这个时候他才把他的指令长职务交给了库10团队的宇航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俩是职业宇航员，完全没有问题。就换句话说，既然你是职业宇航员，你就要有这种出现突发情况的这种风险预期。如果没有，你做这些事情就是完全不合格，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宇航员。那关于训练这一块，既然前面已经说了有职业宇航员有非职业宇航员，那这2方面的训练是不一样的。首先，职业宇航员入职前有考试，入职后马上就会有训练，训练完了之后还会有考试，就是把你从一名飞行员变成一名宇航员，就是入职后要有这个经过这次入职训练，你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宇航员，这是第一点。第2点就是宇航员在担任这个宇航员职务的这一期间，都要进行定期的巩固训练，并且有巩固性的考试，这就有点像我们期中考试啊什么这样的，这是一样的，要有定期的巩固训练，然后还要有考试。第3呢是，假如确定了你要参加下一次任务的时候，某一次任务的时候，那在这任务之前会有这个针对这次任务的一些考试，但是你要记着训练和考试，针对这次任务的训练和考试，但是你要记得啊，同时还要有一点是要做任务预案啊。我刚才反复在强调任务预案，就各种突发的可能性的情况你都要分析出来，都要进行分析，不然你就不是干航天的，你都要分析。如果你没有分析，你就不是干航天的。如果明明很简单就能想到的，然后你没有分析出来，也不是干航天的。你只有就是说，的确是极其特殊的情况，根本大家都认为不是普通人能想出来的，然后你没想出来，那才可能行，就预案这一块。那我再说，这是就是回到刚才说的训练，就任务前训练。这次仅仅是这个任务前训练，布奇·威尔摩尔和苏尼·威廉姆斯可能没有完全做到，他们可能没有完全想到要进行到9个多月，但是他有可能想到这个，比方说3个月啊，或者是什么呀，这有可能的。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但是如果要是站在 NASA 这个角度，他应该是能推出来，他有可能要待9个多月的。为什么？我待会儿再说。
我马上待会儿给大家解释这个任务为什么是最后返回是这样安排的时候，然后我再说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是一个职业宇航员执行职业任务、职业航天任务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再说普通的这些非职业宇航员是怎么样？比如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这名女教师宇航员，那她的确是在参加这次任务大概1-2年之前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那这个训练里面就有点像宇航员的这个入职训练加任务前训练，把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从总的来讲，你那个视频的那个 UP 主直接就说是什么没有进行这些训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宇航员都会接受一定预期内的长时间停留太空的这个训练，这也是出于对宇航员的安全的角度考虑。只不过苏尼他们可能在最后参加这次任务前，没有最终在他的入职前训练里完全把这个考虑进去，但是平时的那个入职的训练和巩固性训练都已经包括了这部分内容，只是最后的任务前训练不一定包括。所以我才说这位 UP 主他等于只给了大家一些部分信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最后给出一个结论，就是 NASA 这次的让这个宇航员待了9个多月，决定等于让这2名宇航员造成了远超于同样时长的其他航天任务的这个身体损伤。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才是让我感到非常不满的地方。还是刚才的一位朋友说的对，既然是技术问题，那我们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谈，你不要纳入任何的政治的因素。这里面就是第一，职业还是非职业宇航员；第二，职业宇航员的职责是什么；第三，职业宇航员应该接受什么训练；第四，是不是要发前就要有类似的预案考虑，这几点。